有奶奶、胖婶儿，你们就安心去吧，我会照顾好铃铛，绝对不会再让人欺负她。铃铛，咱们先回去吧，以后每天都可以来。风哥，小和尚，谢谢帮我奶奶与娘亲安葬，我以后会报答你们的。铃铛，你不要紧吧？我没事。你看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我背你吧。死狗，你乱叫什么？看看铃铛都被吵醒了，罚你今晚不准吃饭。阿弥陀佛，原来是有容仙子，仙子是来找洒家的吗？风哥，她就是你们说的有容仙子吗？你先进去休息，我去看看。你们这是去哪里了？怎么浑身脏兮兮的？帮助铃铛施主安葬他的2位亲人。有容仙子，您怎么过来了？没事儿，就是瞎转悠，正好来到了这里。这就是陆羽小师叔从小生活的土地庙吗？是啊，别看现在破旧了点儿，以前香火还是蛮旺隆的。看得出来，看得出来。昨天晚上，我已经从林峰与林德明的口中打听到了陆同风的所有信息。陆同风死去6年的那个师傅很有问题。根据林德明所言，老庙祝是60多年前出现在这个小镇上的，结果老头子又活了60年才去世，可见老庙祝绝非凡人，而是修士。他应该是第一个出现在这个小镇的修士，然后是3年前出现的跛子李与李秋燕。今日过来查看一番，看看能不能找出端倪。就是这里，但还找不到来源。这副身体是我与生俱来的，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吸引别人的目光。我说陆小师叔，不请我坐坐？啊，有容仙子请坐，别乱看。这女人邪门的很，你我都小心点。阿弥陀佛，陆施主放心，小僧晓得。小和尚，有容仙子是来找我的，你先回避1个时辰。你都有铃铛了，还想着有容仙子，你这是吃锅忘盆。再说了，有容仙子知道你是谁啊？她明明是来找洒家的。我什么时候有铃铛了？铃铛什么时候成为我的了？哦，那洒家能追求铃铛吗？滚！难怪极阴门会将她视为目标。你就是铃铛姑娘吧？果然是天姿国色，我见犹怜。铃铛见过有容仙子，你们昨晚说我什么了？没什么，就是随便发自内心的夸赞仙子倾国倾城的容颜，深不可测的修为。你的嘴儿真甜。我昨晚听说你似乎和云扶摇认识，还很熟悉。前几日扶摇仙子路过此处，聊了几句。哦，我怎么听说7天前的一个早上，她是特意来找你的？特意来找我？这不可能吧？扶摇仙子那可是云天宗的天之娇女，她找我干什么？装的还挺像，看来我是小看这小子了。云灵房来此绝非偶然，但他找的肯定不是这个人生轨迹如此简单的陆同风，而是那个过世6年的老庙祝。陆小师叔，听说你的师父玄悔道人也是一名修士，你作为他的唯一弟子，只怕也深得其真传了吧？为何你昨天在镇上说自己不是修士呢？我真不是修士，戒色小和尚给我检查过身体，不信你问问戒色嘛。小僧检查过小疯子的身体，他的丹田之海干瘪，没有丝毫灵力，天地2桥也是断裂的。哦，敢问陆小师叔，不知道你的师父玄悔道人本名叫什么？我翻阅过，云天宗确实有个玄悔道人，不过300多年前已经战死。怎么，有容仙子似乎对我师父很感兴趣？不知令师原命为何，寿元几何？我也不知道。有容仙子，咱别说那个死老头了，快到黄昏了，留下一起吃个饭吧。好啊，我好像还真有些饿了。小疯子，你这四处漏风，连张桌子都没有的破地方，还好意思留有容仙子吃饭，丢不丢人？你我都是江湖儿女，露宿爷爷也是时常有之。何况这地方有墙遮风，有瓦避雨，可比风餐露宿要强得多啦。唉，既然有容仙子要留下吃晚饭，那我现在就做了。铃铛姑娘不必麻烦啦，我听说戒色似乎喜欢吃鸡，正好来之前从镇里带了几只肥硕的家鸡过来，烤着吃味道不错。知道戒色你喜欢喝酒，特意给你准备的。多谢有容仙子啦。好烈的酒！小疯子，这至少是几10年陈酿的竹叶青，当然烈呀。你悠着点，别喝得太多，免得伤了你身体。好酒，好酒，我喜欢。痛快，痛快啊！
陆小师叔原来也是酒道中人，真是太好了。既然你喜欢，那就再来一碗。戒色，几个月前我不是听说你在抚州一带吗？怎么到了这里？哎呀，别提了，在抚州出了点事故，被一群可恶的家伙追赶，只能往中土内陆走。1个月前刚到豫州。你又做了什么缺德事儿？有容仙子，洒家怎么会缺德事儿呢？都是一场误会了。得了吧！1年前九龙山破碎仙府问世，你倒好，偷偷摸摸的自己溜进去，进去后还将仙府大门给关了。不对啊，小和尚，昨天晚上你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当时那些修士在斗法，是那玩意儿自己从仙府里飞出来的。那件事就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来来，喝酒喝酒。得了吧！我听说不少人都看着你伸着双臂，用出9牛2虎8象7驴的吃奶力气，才将断龙石门给关上的。你说你缺不缺德？他们一定是看错了。哦，那次是看错了。半年前，长白山脚下的临海城，你把天女宗的2位漂亮的弟子当做青楼的姑娘。戒色，你还干过这种事？这件事也是误会了。他们穿着清凉走在临海城的大街上，洒家以为他们是怡红楼的姑娘。齐州那次，有容仙子，有容师姐，你还是放过洒家吧。洒家以前年纪小，确实做过一些充满争议与奇异的荒唐事儿。现在洒家已经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以前的事儿就不要当着小疯子与铃铛施主的面再提了嘛。行，不说你以前的事儿了，说说你现在吧。你怎么在陆小师叔这儿呢？据我所知，你是个独行僧啊。3天前，洒家路过曲阳，正好遇到了小疯子。当时帮助小疯子将铃铛施主的双亲棺材运到此处。小疯子见洒家没地方住，就让洒家暂时在此住下。哦，是这样啊。正道弟子都去崴脚那帮极乐门的妖人，你怎么没有去啊？那么多正道少侠仙子都在，洒家就不过去掺和了。烧鸡好啦！太好了，洒家1天没吃东西，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小疯子，有容仙子，咱们边吃边聊。陆小师叔，我听说你是前段时间已经离开了此地，怎么忽然在风雪天准备离开啊？也没别的原因了，就是因为年纪大了，想出去闯荡闯荡。年轻人确实应该出去多闯闯。对了，你认识在小镇上稻叶乡的跛子李与他的女儿啊？认识啊，就他不骂我，我可喜欢与他说话了。秋燕是哑女，怎么骂你？就是因为她是哑女，我才觉得她不错啊。有容仙子，我前2天在镇子上听说，他们是什么门派的？为什么会在小镇稻叶乡啊？铃铛施主，早啊！做什么好吃的？你们昨晚喝了不少酒，我给你们熬了些米粥。大早吃米粥啊！洒家是喜欢吃肉，那只山獐子挂在墙上2天了，洒家早就看它不顺眼。今天早上咱们就吃它。大早上的还是吃些清淡的吧。至于獐子，还是晚上再吃吧。小疯子，早啊！你和铃铛说说，今天早上咱们吃獐子呗。小和尚，过来过来。小疯子，你唤洒家有何事？你笑得好恶心，好邪恶啊！有事说事。如果让洒家帮什么忙的话，洒家要先听听是什么事儿，然后再做决定。要不说你聪明呢，我这点小心思都被你看穿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我想请你下到井底寻找一样东西。下井寻找东西？你少来！这下面有污秽臭气腾出，明显就是茅坑，洒家才不上当。小和尚，你怎么闻出来的？我怎么什么都闻不到？洒家可是河道境的高手耶，这点气息若都嗅不出来，岂不是白瞎了洒家这身通天彻地的佛法修为？唉，算了，我还是找根绳子自己下去吧。小疯子，你什么重要东西掉这茅坑里了？不是我，是扶摇仙子，她上次受伤也在庙里住过几日，说是往古井桥里掉了一件东西下去。啊，是扶摇仙子，不会是什么贴身饰物吧？比如头钗、荷包、绣花鞋、贴身肚兜啥的？你说呢？正是因为洒家不知道才问你的呀。我也不知道，不过既然他让我将其送到天云山，此物应该对他来说很重要吧？你不会骗洒家的吧？我骗你这个干什么？如果是扶摇仙子掉了东西，洒家倒也乐意帮忙。不过下次见面时，你得向扶摇仙子说，是洒家帮他捞出来的。放心了，我会将此事的功劳全部让给你，让你在扶摇仙子心中留一个好印象，这样你的机会就大了。得了吧，洒家知道自己的斤两。那扶摇仙子冷若冰霜，洒家听说云天宗漂亮的仙子很多，若是扶摇仙子给洒家搭个桥，牵个线，行，只要你下去捞了，我以后亲自给你保媒拉艺。一言为定。峰哥，小和尚，你们别聊了，早饭做好了，你们来吃点吧。
小疯子，昨天洒家还真为你捏一把汗啊！你是担心我中了喂奶大的美人计，还是不相信我的酒量？二者都有吧。不过玄虚宗的人都离开了小镇，可是偏偏将魏有容给留了下来。虽然你昨天没有说什么，可是魏有容应该已经盯上你了。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是想离开这里，前往天云山一趟。不过我不放心铃铛。那就一起呗。铃铛施主现在也是孤身一人，正好出去闯荡一番。而且洒家关铃铛施主很有慧根，也许到了云天宗后会被云天宗的某位长老看中。小和尚，你说我也能成为修士？当然，你的根骨奇佳，若让你做了尼姑，小疯子会杀洒家的。云天宗对你来说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此件事儿已经落幕，你也无处可去，不如与我们一起前往天云山。等等，小和尚，你说咱们什么意思？你打算和我一起前往天云山？是啊，洒家下山历练心智，去哪里都行，正好与你们二人结伴。何况这是扶摇仙子嘱托的，洒家也不能食言。扶摇仙子嘱托的，我怎么不知道？废话，如果不是他嘱托的，洒家这么有名的佛门小僧会住在这四处漏风的土地庙？会帮你拉棺材，会帮你挖坟墓。那天初次见面时，你不是去镇上寻木板车了吗？当时玄虚宗的弟子来通知扶摇仙子，说是有10多个云天宗的弟子来了。扶摇仙子听到有同门弟子过来，表情有些奇怪，便私下嘱托洒家，日后他必有重谢，所以洒家这几日才会和你在一起啊。小和尚，前日你和我说，我师父与扶摇仙子的师父之间有很深的恩怨，这是怎么回事？好像你还曾经说过，我是师父的弟子，并不是什么好事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件事说来话长，而且此事涉及到云天宗高层斗争，洒家知道的也不是很详细。好像是300多年前，在那场内乱之中，玄虚子被你师父一剑闹死了。从那之后，你师父就离开了云天宗，没想到一直隐居在这里，在6年前才过世。这让我还怎么去云天宗啊？当今云天宗在宗主玉晨子是玄虚子的弟子，我去了岂不是自投罗网？不，玉晨真人和你师父是一头的。如果当年不是他弄死了玄虚子，玉晨真人也不会坐上宗主之位。什么意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这都是大门派内部的斗争，就跟皇家的那些皇子一样。当时和玉晨子一起争夺云天宗宗主之位的有3个人。你师父为什么要杀玄虚子？是因为在正魔大战中，玄虚子被魔教血魔老祖所伤，并且中了血魔的噬心蛊，心智大变。你师父为了天下苍生，当年你师父离开之前，手持焚天剑，力保扶摇仙子的师父玉晨子上位。所以啊，你师父对于玉晨子来说是绝对的大恩人。当然，鉴于你师父杀了云扶摇的太太，你们这辈子是肯定没戏啦。原来如此，难怪师父能随随便便一剑刺死上任宗主，他竟是千年第1强者。关于你师父，人间传言非常多，你没袒露身份是对的，真正的危险全在云天宗之外。云天宗之外，我师父的仇人很多吗？何止很多！梅剑神30岁问鼎天人，背着焚天剑下山，逐一挑战人间各派高手，730胜5平1败，当世第1，焚天剑神。那些被击败的高手传人可都还活着，否则会被乱刀砍死在街头的。原来这死老头活着时惹了这么多仇家，这不是给我挖坑吗？等等，我师父败给谁了？那家伙有没有传人？我得去给我师父报仇，打败他的传人。不知道，那场大战无人见过，连无所不知的天机阁都查不到击败他的是何方神圣。铃铛，关于我师父的事，你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否则我会死得很难看的。小疯子，决定去云天宗，就恶补一下人间修真界的知识吧。这本天机阁出品的书很有用。多谢，我会尽快看完的。感谢最好落在实处，这书洒家可是花了大价钱的。我只是借业，又不是送给我，这还要银子啊？借业也有书本磨损啊，洒家要的不多，5两银子就行。5两，你不如去抢。若不付钱，那把书还给洒家。那行，你先看着。昨天晚上你不是说今天要给铃铛施主的双亲立墓碑吗？这事儿洒家包了，洒家这就去山上找最坚韧的花岗岩，回来后再帮你去捞扶摇仙子的东西啊。这肥和尚心地还是蛮不错的。臭和尚，不要脸的死秃驴！售价1两银子，你收我5两磨损费，你给我等着！
峰哥，你看完之后能不能给我看看？我也想了解一下这些仙人们。行，等我看完就送给你。到时这本书你自己留着，别还给那个死胖子了。小和尚，你就放心大胆的下去，下面早就冻得硬邦邦，不会踩到五谷轮回之物，我保证。说的倒也是，只要他开口给你介绍对象，那些云天宗的仙子不都是手到擒来吗？那行吧，洒家这就下去。哗啦！峰哥，你在那儿做什么？小和尚不会掉下去了吧？不，小和尚下去捞点东西。铃铛，劳烦你把那只山榛子给烧了，今晚给小和尚加餐。哦，我知道了。戒色，找到了没有？下面太黑了，啥也看不见啊！而且雪很厚，你找根火把去。好，你等着我。小和尚，火把来了，你小心点儿，我丢给你。什么情况？洒家还以为扶摇仙子掉了个头钗、耳环、手帕之类的贴身遗物，洒家还想留着做个纪念，怎么是个木盒，还上了锁？他将这么大的盒子顶在头上往井里看啊？什么？是木盒？一只上了锁的紫檀木盒，倒是挺精致。扶摇仙子掉落下来的是这玩意儿吗？小疯子，是这玩意儿吗？你倒是说句话呀！对，就是这个东西。是就好啊，这下面实在太臭了。你以后拉屎撒尿能不能拉准一点？井壁都是屎尿。你躲开点儿，洒家要飞上去啦！什么鬼？哎呦！小和尚，发生什么事了？你飞出来了没有？大黑，你刚才瞧见小和尚从古井下面飞上来了吗？咦，那小和尚呢？这家伙不会掉粪坑里的吧？峰哥，怎么了？小和尚好像掉粪坑了，我得下去救他，你别管了。小和尚，听得见我说话吗？这肥和尚不会在下面吃撑了吧？这里怎么有个洞？戒色！大黑，又什么发生事儿了？土地庙庙果然闹鬼啊，而且还是很多鬼！完了，这次被群鬼啃食吸干，死定了！陆同风，你怎么也掉粪坑里了？真是不小心啊！我要吃了你！我要吃了你！陆同风，小峰峰不会吓死了吧？看什么看？臭和尚，没见过我这么漂亮的女鬼吗？再看挖了你的眼珠子！小柔，这小子怎么样了？没事儿，估计是被我的美貌惊艳到了，兴奋过头，昏厥了过去。你别过来！你们这帮死鬼，想吸本剑神的烟气，门儿都没有！谁敢过来，我送你去轮回转世！陆同风，别害怕，刚才我是吓唬你的，我们不伤害你。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谁啊？我叫叶小柔，
你不认识我，可我认识你。放心吧，咱们做了这么多年邻居，若想害你，早就害你了。叶小柔，没听过过，赶紧把我朋友放开，否则我对你们不客气。别以为你们人鬼多，我就怕你们，也不出去打听打听，我陆同风是什么人。小和尚，小和尚，你还活着吧？没事儿的，他只是中了大怀爷爷释放出的藤蔓道刺上的毒，以他的修为，很快就会恢复过来。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是仙凡分界之地，阴阳汇聚之所，地下有一条灵脉，我们都是被吸引来的。大怀爷爷常年吸收灵气，数千年前就开了灵智，后来云天宗的老道士在这里修了庙。我师父一直都知道你们的存在。是啊，你师父很厉害，他临终前将你托付给我们保护，每天晚上你打坐，我们还会吸收你散发的阳气呢。什么？每天晚上都在我身边？镇上百姓说的闹鬼，原来就是你们！你师父不让说嘛，只是让我们默默保护你。不过我们和大黑蛮熟的哦。师父斩妖除魔，怎么反而跟他们混成了朋友？啊！这光头是什么妖怪？他要变异了吗？好可怕啊！大怀爷爷，你快打死这妖怪啊！你才是妖怪！你才是妖怪？安宝丽，樊青青。大日如来咒，小和尚别念了，这些阴灵并非凶灵，从未害过人，你再念下去，他们会魂飞魄散的。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人有人道，鬼有鬼途，天生万物各行其道，阴灵不属于人间，当入冥界转世轮回。我被修真之事参悟造化，便要守护着天道秩序。小和尚，小疯子，你躲远点，区区一棵树精，几个阴灵，洒家还没有放在眼中。你确定？唐僧回头，我了个猴！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啦。诸位都是没见神的好朋友，是小疯子的好邻居，那边也是洒家的好朋友，洒家的好邻居。小和尚，你没事吧？没事，当然没事。洒家河道境的修为能有什么事儿？区区石化小毒，岂能奈何洒家？刚才只是洒家与他们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啦。佛门弟子，你是苦海寺的，年纪不大，修为倒是不俗。悲天悯人，这是这4位神僧中哪一位的门下？好说，洒家戒色，玄卑神僧入室地为请教。你叫我大怀爷爷就行。哦，原来是大怀施主，久仰久仰。这地方真不错，地脉汇聚之地，阴阳交汇之所，怪不得你能成精呢。哎，小疯子，既然误会已经解开，那咱们就赶紧上去吧。下来已有段时间，估计铃铛施主的晚饭也做好了。先回去吃饭吧，今晚有獐子肉呢。小柔女鬼姑娘，大槐树爷爷，天色不早了，我们先回去了。等等，你即将离开这里，你师父临终前给你留了几句话。哦，我师父说了什么？九阳开天门，焚天化风银，神魂2桥过，不可你自修元神。大槐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啊？老槐施主，没见神有没有留下金银财宝或者焚天神剑之类的？焚天神剑已经被摧毁了。什么？焚天神剑被毁了？陆同风，你师父还真给你留了一件东西。喏，就是这块古玉。就这块破玉？这块玉对你修炼有巨大好处，要每天贴身携带，就算洗澡也不要取下来。当然，你也不太爱洗澡。谢谢你，我知道了。成了，这小子真好骗。小柔，你把你的魂晶古玉送给小疯子，你是真打算跟着他离开这里？当然呀，这地方虽然能躲避天雷，但根本不能增加修为。我要跟着他离开，他身上的阳气足得很。我如果要变得更强，被说的重塑肉身，最好的方法就是借助他的阳痱温养。放心吧，大怀爷爷，等他在外面闯荡几年回，我们又是邻居啦。没准那时我已经重塑肉身啦。人死为鬼，鬼死为撵，撵死为息，息死为夷，夷死为危。以前我以为自己将永远被困在这个地下洞窟中，
直到我遇到了陆同风的师傅，他告诉我，鬼不仅可以死，也可以重生。人间修真有一个分支名唤鬼修，他们并非鬼物，而是活人修炼幽冥之术，源自南疆古巫族的巫术。巫术中有2种重生之法，其一为尸体重生的还魂术，其二为鬼魂重生的还阳术。我的肉身已腐，只能选择后者。万幸我的3魂7魄半绝，但还阳的条件极其苛刻，需要传说中的生命之水浸润，重塑草为引。还阳术只能使用1次，新的生命走到尽头后，便再也无法进行第2次还阳。这机会虽然极其渺茫，但这60多年来，我始终以此为目标，不断奋斗。此地的灵气能助大槐树开灵智，但对阴灵却毫无滋补之效。阴灵需要的是阴煞之气，所以才会有鬼魂为了吸取活人阳气，为祸一方。而还有一种气息是阴灵最需要的，那就是活人身上的阳气。所以陆同风每天晚上修炼时，这些阴灵从地下冒出，聚集在土地庙外，贪婪吸收着陆同风修炼时无意释放的纯阳气息。我将魂金古玉送给陆同风，就是想借他身上的阳水温养，不断提高实力。既然你已决定想魅惑小疯子，他的元阳之力你承受不住，只需躲在古玉里慢慢吸收即可。我对小屁孩没兴趣。哼哼，他现在是小屁孩，再过2年可就不是了。最好把持住，别散尽了数百年的道行。放心吧，我最爱安息道行，不会乱来的。你们回来啦，正准备叫你们。怎么这么臭？身上全是泥，赶紧去换洗。峰哥，小和尚，多谢你们将我娘与奶奶安葬，这一碗酒我敬你们。啊！铃铛，你这是干什么？你又不会喝酒，赶紧吃点菜压一压。唉，这小丫头不会喝酒成什么能啊？一口气喝一大碗，能不醉倒吗？话不能这么说，这是铃铛施主的感谢。既然他醉了，那咱们喝，商子配酒，越喝越有，洒家先干为敬。嘿嘿嘿，小疯子，其实那个小柔女鬼还是不错的，那曲线，那身段，真是一个大美鬼啊！你真是饥不择食，连女鬼都不放过。嘿嘿，这你就不懂了吧？女鬼可以凝聚灵体，不然怎么那么多书生被榨干元阳？怎么样，有兴趣吗？算了吧，今天见那么多鬼，我心跳还没平复呢。明早咱们赶紧离开，走得越远越好，找个没鬼没树妖的地方。世间哪有这种地方？就算佛门禁地，也有鬼魅妖兽。不过那些阴灵不可怕，真正有实力的只有叶小柔。但那棵大树妖非常厉害，若打起来，洒家根本没反抗之力。我听叶小柔说，大槐爷爷好像是活了数千年的树精，你打不过他纯属正常。凡人常将精怪妖搞混，妖为反常，精为动植物修成，且生性温和，怪则邪恶嗜杀。大槐树未曾伤人，是世间罕见的千年树精。几千年就几千年，洒家要是再修炼个几十年，肯定拔了他的树根。小疯子，不说那些了。洒家很好奇，那个盒子真是扶摇仙子无意中掉下去的吗？当然是他呀，我还要将盒子送去云天。说到一半，陆同风的脸色忽然骤变。糟了，盒子，我的盒子呢？陆同风急忙看向灶台方向，好在当时随手放在灶台附近的木盒还在那里。这盒子里装的一定是好东西，可不能丢。小疯子，这盒子看起来蛮精致的，不会是扶摇仙子的首饰盒吧？谁知道呢？不过既然扶摇仙子让我捞出此物后带去云天宗寻他，想必此物对他很重要。切，扶摇仙子这是忽悠你呢。忽悠我？什么意思？那口古井是你的茅坑，臭得要死，洒家都能嗅出来，那扶摇仙子又如何嗅不出来？怎么可能会不小心将这么大的木盒掉下去？这明显是他故意丢下去的，估计是想让你去云天宗认祖归宗，怕你不肯，所以丢了盒子让你送去，逼着你去。洒家被誉为佛门第一聪明小和尚，绝对不会猜错的。这6年来盒子都是自己保管的，云天宗来了10几个弟子，为何云扶摇不取盒子？难道他不信任那些同门弟子？这盒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呢？或许只有跟随死鬼师傅多年的大黑才知道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但他并不能口吐人言。小疯子，你赶紧修炼，夜晚有点冷啊。这肥和尚将自己当成暖手炉了吗？不过冻着铃铛可不行。难道师傅传给我的这套心法
真是不同寻常。九阳开天门，焚天化风银，神魂二桥过，不可修元神。师傅留下的话是什么意思？上次被剑点燃算浴火重生吗？这篇心法到底是不是真法？我到底是不是修士？翌日清晨，扶阳镇，尼姑们在这里做了3天法会，超度小镇的死者。今天准备返回佛林庵。了尘师太，这是300两的香油钱。阿弥陀佛，林老施主，如今小镇劫难刚过，这些银子还是留下重修小镇。天寒地冻，莫要让人冻饿而死。阿弥陀佛，有容仙子，贫尼便就此告辞了。若有机会，还请莅临小庵饮一杯清茶。师太辛苦了，若有机会，我一定会去贵安拜访的。有容师姐，佛林庵的弟子都离开了，我们是不是也要离开？不着急。对了，益阳那边有消息吗？根据望气术追踪到益阳城附近，但并无发现极阴门弟子的踪迹，估计他们知道自己暴露了，已经暗中潜逃了。毕竟我们的人晚1天才追踪过去。我早就说过，益阳城只是幌子。30多年前极阴门在云州作恶，同样的亏他们不会再吃一次的。他们只是将正道引向益阳而已，真正的巢穴绝对不在。那会在哪里？我让你调查翠屏山佛林一，还有那个了完师太，你调查的怎么样了？调查的差不多了。有点意思。通知你大哥，继续在益阳附近追寻极阴门踪迹，我就先不过去他那边了。极阴门的弟子为什么要从南面开始屠阵？如果是真的是从益阳方向过来报复，应该是北面开始屠阵。望气术只探查到离开的气息残留，如此便可确定他们并非驾驭法宝，而是施展轻功身法。他们应该是从南面来的。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那天美人计与酒后吐真言计划相继失败，但这并没有排除掉陆同风的嫌疑。放心，一路上开销我全包，露宿荒野铃铛还给你洗衣做饭。唉，洒家真是欠了你们的。小疯子，你丫的不会想将茅坑也带着上路吧？所谓穷家富路，此去万里之遥，咱们老爷们儿随地就能解决，你得考虑到铃铛啊！你信不信洒家一脚踹死你？没听说谁出远门随时带着一个茅厕的？好，茅厕可以不带。土地公与土地婆的泥塑熟像，能不能再商量商量？不带就不带嘛，干什么踹我屁股？就没见过脾气这么大的出家人，真是没礼貌。铃铛，你东西收拾妥了吗？已经差不多了。峰哥，我什么时候走？现在就走，早点赶路，争取明天到曲阳，那样便好走一些。会飞有什么了不起？呸！大怀爷爷，我知道你能听得见我说话，我马上就要走了。你告诉叶小柔姑娘，让他们不要出来相送了。我先出去闯荡几年，以后我一定会回来的。陆小师叔，魏乃有容仙子，怎么是你？你怎么又来了？怎么我这么漂亮，你见到我还不乐意？有容仙子误会了，我当然欢迎你啊。不过我现在要离开了。离开？大雪封路，你这是要去哪里啊？铃铛被小镇居民排挤，我打算与铃铛先去曲岩城。哦，说的也是，你这破庙一场大风都能吹倒，确实不适合住人。对了，戒色那花和尚呢？有容仙子，你是特意来找洒家的吗？戒色，你和陆小师叔一起走吗？是啊，正好一路上有个照应。有容仙子，关于极阴门的事儿，你们玄虚宗处理的如何了？现在玄虚宗与正道各派数百位弟子在益阳城那边追寻，暂没有追查到极阴门弟子的下落。正道弟子晚去了那么久，早已经打草惊蛇，估计极阴门的那些妖人只怕早已经化整为零，逃之夭夭。有一点我一直觉得很奇怪，益阳城在小镇的东北方向，为什么那晚的屠杀是从小镇的南面开始的？而且儒家望气术只追踪到了他们离开时的气息，并没有追查到他们来时的气息。
有容仙子，你是怀疑益阳城只是极阴门的幌子？那晚他们并不是从益阳城的方向而来，而是从小镇南面来的。小镇南面，难道是曲阳城方向？也不是没这个可能，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此事已经过去多日，正道各派修士又是齐聚在几百里外的益阳城，就算极阴门的老巢在曲阳附近，只怕那些妖孽此刻也早已逃走。逃得了初一，逃不过15。极阴门这些人作恶多端，滥杀无辜，我相信迟早有一日，正道修士会将其全部诛杀，为那些无辜的死难者报仇。说的是，既然你们要离开这里，那就赶紧上路吧。这1、2日，我们玄虚宗的也会离开。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若是有缘，我们还会相见。铃铛，你怎么还带着胖婶与刘奶奶的灵位啊？不是要往南走吗？我想着路过翠屏山的时候，将奶奶与娘亲的灵位放在观音庙里供奉起来。这样也好，佛临安，香火兴重，刘奶奶与胖婶的灵位供奉在那里，一定会得到福报的。洒家那时候，你可拉倒吧！先在亭子里休息一番吧。这可不行，按这个速度，明天也走不到翠屏山啊。和尚，有没有日行千里的灵丹妙药？拿1瓶出来给铃铛服用。有这种灵药，洒家早就自己吃了。对不起，峰哥，我拖累你们了。没什么啦，反正我们也不着急。不过今晚最好赶到翠屏山脚下。小疯子，等会儿上路你背着铃铛便是了，你真元澎湃，绝对没问题。这主意好，铃铛，你觉得呢？辛苦个啥？他背着你，幸福还来不及呢。尊者，许苍他们已将玄虚宗的那帮蠢货在益阳城附近耍得团团转。许苍还是很有本事的，不仅修为不俗，人也够聪明机警，能将楚天意耍得团团转，不错，很不错。许师弟是有些能耐，连我这位做师姐的都自愧不如。不说他了，说说扶阳镇吧。现在情况如何？朝廷派了近100士兵进驻，玄虚宗的魏有功也带着弟子留下了，暗中应该是在调查跛子里和李秋燕。怎么样？有结果吗？没有，这2人再未出现过。不过弟子可以确定，扶阳镇一定有秘密。云扶瑶前几日出现在了镇上，而且她后来还受了伤。云扶瑶，是玉臣子座下那个女弟子吗？是她。不过3天前，他已同各派修士赶往了益阳城。那里有个山洞，我们今天晚上先在那儿住一宿。峰哥，你一下午走了几10里，也累了吧？放下来，我自己走吧。我现在力气很大，就算奔跑1天1夜都不带累的。戒色，走，咱们一起去洗兔子，等会儿烤着吃。洒家吃肉不杀生。这都被大黑咬死了，不算杀生吧？那也不行，洒家是出家人，手上不能沾血。小疯子，你看看人家这庙的香火，再看看你那土地庙的香火，差距啊，差距啊！不如你脱离道门，皈依我佛，保管你香火鼎盛，一辈子不愁啊！小和尚，这风和日暖的日子里，你别逼我打你！喂，洒家开个玩笑啦，你别当真啦！等我发财了，将土地看谁的香火！峰哥，这道路与上山道路的积雪已经被清扫干净，你放我下来吧。铃铛，那边有卖糖葫芦，要不要啊？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咱们还是赶紧上山吧。面子工程都是面子工程。所谓心无外佛，佛无外心，礼佛在心中。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有什么意思？完全就是驴粪蛋子表面黄。小疯子，洒家怎么听着你这话酸溜溜的呀？
是不是看到佛门道地香火廷瑞，心中一时间接受不了啊？我是那种小心尾巴的人吗？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佛门最喜欢搞面子工程，还有你们佛门的温堂里是人间最大的高利贷，你们这是一点不给其他人留口汤啊！等会儿到了观音殿，看我如何与这帮尼姑辩经论道，定将他们羞愧的无地自言。铃铛，是洒家说错了话，惹他生气了吗？与你无关，这是峰哥与观音庙的私人恩怨。私人恩怨？小疯子是被尼姑欺负了，还是尼姑被他欺负了？这自己的土地庙，估计还没有人家的一个厕所大。小哥，你在干什么？许愿啊！如果铜钱没有滑落下来，那么观音娘娘就会完成我的愿望。这玩意儿和老子改造成露天茅厕的许愿井差不多嘛。哎呀，怎么又掉下来了？我不要10个漂亮仙子当媳妇了，改成9个，这总可以了吧？9个都不给，8个已经是我最低的要求了。峰哥，你在干什么啊？许愿啊，听说很灵的，灵你也来试试。别玩这个丢铜板游戏了，时间不早了，赶紧办正事吧。洒家还想着今天晚上到曲阳城吃大餐，住豪华大客栈呢。若是再继续的耽搁下去，今天晚上可就赶不到曲阳城了。3个，我只要娶3个媳妇儿就行。什么玩意儿，都是骗人的！呸！阿弥陀佛，此处乃佛门清净之地，为避免黑犬伤人，黑犬不可入内。怎么着？都说狗眼看人低，今天老子还是第一次遇见人眼看狗低的。大黑，别叫了，你找个角落里趴着，等我们出来。现在我们可以进去了吧？诸位施主请进。这位师父是？小僧苦海寺玄卑门下弟子戒色，路过贵安，便与朋友一起过来瞧瞧。阿弥陀佛，原来是苦海寺戒色师兄，幸会幸会。这些佛像不会是纯金铸铸的吧？没错啊，是文殊殿啊。好奇怪的尼姑庵，难道是密宗的道场？不对呀，密宗道场也不是这风格呀。老尼姑，问一下，在你们这个庙里供奉一个长生牌需要捐多少香油钱啊？一个长生牌1年30两纹银啊，这么多？那2个长生牌岂不是需要60两？你抢钱呢？佛，这些银子只是用来修缮庙宇，为百姓布衣施药所用。我信你个鬼！小和尚，发什么呆啊？铃铛呢？铃铛在给刘奶奶与胖粉祈福祷告呢。我刚才找那个臭尼姑打听一下，在这里供奉一个长生位，1年需要30两银子，2个长生位便需要60两。你也是佛门弟子，你过去和他商量商量，能不能给我们内部优惠价格啊？小疯子，这地方有些古怪，应该是个野狐禅寺，让铃铛不要将他长辈的灵位供奉在此了。阿弥陀佛，贵客到访，有失远迎，罪过罪过。贫尼了尘是这座小庵的主持，想必这位便是玄卑神僧的弟子戒色师侄吧？小僧戒色，见过了尘师太，都是佛门弟子，戒色师侄不必多礼。不知戒色师侄今日来此是挂单还是有其他事儿？前几日扶阳镇突发惨剧，小僧结识了2位朋友，与他们一起南去，恰好路过翠屏山佛门道场，打扰之处，还请师太见谅。哦，贫尼昨日刚从扶阳镇回来，唉，真是人间惨剧啊！既然师侄来到此地，便让贫尼领着师侄在小庵中转转吧。多谢师太美意，不过我们还要赶路前往，就不多打扰了。既然来了小庵，怎能不四处转转？虽然这里的风景比不上苦海寺，但雪景之下也有一番风味。
小和尚，我还没有将奶奶和母亲的灵位供奉在这儿呢，你怎么现在就让我们走啊？对啊，小和尚，这到底怎么回事？小疯子铃铛，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你们若相信撒丫，就跟撒丫赶紧走。大黑，走了走了。那位戒色和尚和你说了什么？问了什么吗？他进入到殿中之后，看了一会儿，然后又出去了。片刻后，他又走了进来，只是四处打量殿中环境，并没有和我说过话。不过他身边那个少年人询问我在庵堂中供奉2个长生牌需要多少香油钱。戒色失职，请留步。师太还有何事吗？贫逆刚才听闻你的朋友要在小庵供奉长生牌，这长生牌还没有留下，缘何匆匆离开？你们这一个长生牌1年要30两银子，太贵了，咱可供费不起。小和尚，走了走了。哼，去暗中盯着那3个人，别跟丢了。小和尚，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怎么忽然间不让铃铛在此供奉长生牌了？这座佛灵庵是假的，那些比丘尼，包括那个了尘师太住持，都是假的。我就知道，现在的尼姑一个比一个漂亮，多半是达官显贵开的暗门子，男盗女娼。小和尚，你又怎么了？小疯子，你背着铃铛，不要问，咱们快走！铃铛，抓紧我！哎呦，这几个人怎么像见鬼了似的？白痴，真是一个白痴！这里就是极阴门的老巢，快，再跑快点，不要停！不好，他们追上来了！小疯子，玩命跑！师尊，你怎么又过来了？师尊，出事了，这里可能已经暴露了。什么？怎么回事？此处如此隐蔽，如何会被人发现？是苦海寺玄卑神僧的真传弟子戒色和尚。戒色，玄卑神僧，苦海寺，他们现在在哪里？我已经派人跟上去了。师尊，大师姐，那个胖和尚察觉出来了，突然带着朋友飞奔下山，我和师姐未跟上他们，只能施展身法，已经暴露行踪。他们现在在何处？下山之后往北而去，应该是去扶阳镇了。师尊，扶阳镇有玄虚宗弟子，戒色和尚一定是找他们去了。扶阳镇距离此处数十里，本座绝不会让他们到达扶阳镇的。师尊，您要亲自出手。哼，你说呢？不过是一个小和尚和2个少年人，此处距离扶阳镇有50、60里，我绝不会让他们活着到达扶阳镇通知玄虚宗。哦，以前你可从不会主动揽起这种活儿，更不会杀人。今天是怎么了？佛灵庵是我的心血，我不想就此放弃，更不想继续过着以前东躲西藏的生活。师尊放心，我的修为对付一个20多岁的戒色没有任何问题。动静越小越好，莫要被人察觉，更不要留下任何活口。师尊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大师姐，我们要不要多叫几个小和尚？没必要大张旗鼓，何况时间也来不及了，我们2人过去便已足够。小和尚，小和尚，你跑这么快干什么？你是在庙里遇到前男友了？如果洒甲没有猜错的话，那座佛灵庵极有可能就是极阴门的老巢。什么？小疯子，你发什么呆？快走！小和尚，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我说佛灵庵是个男盗女娼的暗门子，已经够有想象力了，你竟然说那是极阴门的老巢？开啥子玩笑啊！山上的都是一群尼姑，她们都是女子，如何能缄默女子？而且死在小镇上的白衣人可全部都是男子。没时间向你解释。什么？想走？大慈大悲如来神掌！
躲起来！洒家去引开佛灵庵的这帮妖孽。我们躲起来，你怎么办？洒家会将他们引向扶阳镇，玄虚宗的弟子应该还没有离开。放心，只要你们安全了，洒家不会有事的。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戒色失职，这是做为什么？同为佛门弟子，为何伤我佛灵庵的弟子？是贫逆之前招呼不周吗？了音师妹，那2个人交给你了。戒色，有贫尼在，你救不了你的朋友。如果你能告诉贫尼你是如何看出文书店破绽的，贫尼或许可以饶你一命。想知道？下辈子吧！佛门金刚法相，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竟然修成金刚果位。看来1年多前你在九龙山得到的那份机缘不小啊！可惜啊，你没有达到第6层化神境，否则今日贫尼还真对付不了你。洒家没有达到化神境，也照样能打死你这妖尼！魔教合欢宗的分身幻影术，铃铛带大黑走。哥，我不走，要死咱们也要死在一起。好一对生死与共的苦命鸳鸯，我服慈悲，我会送你们一起上路的。臭小子，你是修士？不，误会，我不是修士，我就是个普通凡人，连出家人都骗。小疯子，铃铛！不是小疯子，也不是铃铛，什么情况？有高手来了！峰哥，哎，你好厉害啊！我厉害吗？当然啊，刚才那个妖尼姑被你一剑劈飞了几10丈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是师傅传给我的这柄剑的原因吧。妈呀！别过来，别杀我！御剑术。峰哥，你还说你不是修士？铃铛，我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信吗？你真不知道？好玩！小和尚，你没事吧？他奶奶个熊！打架就打架，施展那么多分身干什么？幸亏撒阳已修成金刚果位，刀枪不入，否则这一下子不死也得废半条命。小疯子，刚才怎么回事？是谁将那个妖尼打飞出去的？好像是我。你？
看你的金刚法相能挡住平谷几刀！直下！小和尚，小和尚，洒家死不了。没想到贫尼看走了眼，你竟然是个高手。臭尼姑妖尼姑，小爷我平时不出手，你再敢往前一步，小爷我定在你的身体上射出17、8个血窟窿。小疯子，洒家就知道你是个高手，这段时间还和洒下装。妖尼姑，你今天死定了！洒家打不过你，但你能打得过我们2人联手吗？孽徒敢背叛本座，你可以死了！是阴阳老怪，快走！想走？切切，哪有那么容易？好水灵的小妮子，别着急，等本座杀了这2个小家伙，会让你享受到何为人间极乐。小和尚，这家伙看起来很厉害，怎么办？阴阳老怪是天人境的高手，咱们拼死一搏吧！你们快走，我来顶！这是什么怪物？望天鳌，怎么可能？洒家真是蠢驴，和大黑在一起几天，竟然没发现大黑是神兽望天猴。风哥，大黑是什么怪物？铃铛别怕，我听扶摇仙子说过，他是神兽望天猴，不会伤害我们的。那晚小镇被屠时，大黑还咬死了很多白衣阴贼。本座在此静修，不愿招惹是非，可你们却打扰本座的清修，本座只好送你们转世轮回。阴阳老奸，你休要粉饰自己！什么在此静修？你掳劫年轻姑娘，图利无辜百姓，祭炼精血魂魄，多年来不知有多少无辜百姓被你残忍杀害，
今日有神兽望天猴在此，看谁送谁去转世轮回。云天宗的那头望天猴寿余万年，妖力不在人类顶级强者化虚境之下，确实强大。可是眼下这头畜生妖力要弱小许多，最多只相当于人类修士天人境而已。今日本座不仅要送你们早登极乐，还要收服这头妖孽为本座的坐骑。你这个妖人吃大蒜了吧？口气这么大！大黑，咬死他！小疯子，这个阴阳老怪估计都快达到大成境了，大黑好像不是他的对手。南明业火。小和尚，咱们一起动手！可恶！毁我法宝！我杀了你这个臭小子！小疯子，小心，快闪开！心残真元！纯阳血脉，九龙焚天，这怎么可能？九龙焚天，焚天剑，焚天剑在小疯子的身上，不可能啊！他手中的那柄剑断然不可能焚天剑。绝迹人间数百年的九龙焚天再度出现，难道梅老前辈将焚天神剑封禁在了他的体内？九龙焚天，你是焚天剑神梅老前辈的弟子？我之前说过，如今云天宗的宗主玉晨子是我的师兄，你说我是谁的弟子？连影竟如小山般笼抱下来。三废儿！凭你们几个也想骗破本尊的幻影？阿弥陀佛，神识明辨，破！我的手，我的储物镯！邪魔外道，今日绝不留你！全没了，保命法宝全没了！
想杀本尊，大不了同归于尽。过度催动魔功。我不能死在这里，会被吸成人干的。只要一息时间，只要逃脱，一切都完了。妖孽，看招！去左边，不对，刺他！这到底是什么邪门法宝？狰狞怨魂，滚开！小疯子，快退！这是魔教五毒谷的噬灵谷。葫芦，快用葫芦！什么葫芦？你师父留给你的那只葫芦啊，可以吸收世间万物。你以真元灌入葫芦，心中想着吸。我的个去，这还真是个宝葫芦！吸！小疯子，跑啊！你个白痴，把葫芦塞打开！吸！紫金仙壶。魏有云，有容仙子！你们两个别傻站着啦，等着领奖吗？咱们一起合力杀了这老魔头！狂风，数字欺人太甚，没有邪念。干什么阻我？我要杀了他，为小镇上的百姓报仇！阴阳老怪作恶无数，直接杀了他实在是太便宜他了，他会死得很惨。铃铛，这太吓人了，你别看了，会做噩梦的。不，我要看。我要亲眼看着这个杀害我亲人、杀害小镇200多位百姓的袁松，在我面前痛苦挣扎。我要看着他死。小和尚，这个老怪物真的死了吧？何止是死了，他的元神与三魂七魄都被吞噬了，他连转世轮回的机会都没有。将永远的消失在宇宙之中。刚才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好像是他身上冒出来的黑气杀死了他自己？那些黑气是这个老魔头多年来吸收吞噬的阴灵精魂与阴煞之气，长年累月的积累的身体里，时刻准备反噬对方。正常情况下，他还能勉强压制，可是当他身受重伤，无力继续压制时，便遭到了反噬。很多喜欢吞噬阴灵的魔头晚年都是这种死法，被慢慢折磨死。而阴阳老怪则是死得比较痛快了。
陆小师叔，你躲什么？你用这种诡异的眼神盯着我，我心中害怕呀。有事说事，男女有别，你不要靠得太近。我问你，你是焚天剑神梅老先辈的弟子？什么焚天剑神，什么梅老前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哼，你少来！我到这里的时间可不短，你们的对话我都听见了。这只大黑狗是望天猴，你还催动了梅剑神的独门绝技九龙焚天。陆小师叔，你隐藏的够深的呀！土地庙已购的那个老庙婆就是梅剑神吧？有容仙子，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对了，你怎么会忽然出现在这里？你不是在扶阳镇吗？堂堂焚天剑神的传人，竟然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真是有损剑神他老人家的颜面啊！既然你不肯说，那便罢了。小和尚，你蹲在那老怪物的尸体上鼓捣什么啊？你不会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吧？洒家在找阴阳老怪的储物法宝啊，可是找了半天，这老怪物身上啥也没有，真是奇怪。唉。大黑，你吞进肚子里的那只手臂上面是不是有个镯子或者戒指？洒家还奇怪呢，为什么打了半天阴阳老怪只拎着一根白骨法宝、一把噬灵骨，没有使用其他保命法器？敢是被你给吞进了肚子里，快吐出来！小和尚，什么戒指，什么手镯啊？是阴阳尊者的储物法宝啊，一定是戴在了被大黑吞下去的那条手臂上。大家今天都出了力，战利品应该一起平分啊！大黑，你是不是吃了那什么储物法宝？若真吃了，就拉出来。既然你说你没吃，那我信你。大黑说他没吃。小疯子，你想独食啊？今天这一战，咱们可都出了力。对，拿出来平分。既然你们说大黑吃了那什么储物法宝，那你们问大黑要吧。实在不行，你们用刀子将大黑的肚子刨开。大黑，你既然喜欢吃，那就吃了吧。大家都是好朋友，呲什么牙啊？你若喜欢，今晚洒家就将自己的一条大腿卸下来，给你当现场烤着吃。等抽空找个没人的地方，让大黑给拉出来，自己用水清洗一番。恶心是恶心了点儿，照样可以用。铃铛，你没受伤吧？铃铛，你真的不要紧吧？峰哥，我没事，你不要担心。没事就好，我答应过你，一定会为刘奶奶与胖婶报仇。今日只杀了元宗，未来我一定会杀尽极阴门的弟子。有容仙子，翠屏山上的佛案庵便是极阴门在此的据点，你赶紧通知玄虚宗的弟子前来围剿这帮妖孽。我早就通知了，应该再过半个时辰左右，大批玄虚宗弟子就会赶到这里。有容仙子，你怎么会在这里？怎么就你一个人？小镇上的其他玄虚宗弟子呢？他们今天一早已经离开扶阳镇，前去益阳。我心中一直怀疑这座佛灵庵，所以今天一早便打算过来看看。幸好刚到北面就察觉了斗法动静，我已经用秘术通知了楚师兄，他们半个时辰后必定赶到。真悬啊！若不是我们阴差阳错先去了佛灵庵，以阴阳尊者那老色魔的手段，他一个人深入狼窝，只怕已经被糟蹋了。咱们要不要先去赌一下？了烟那妖尼姑逃走了，咱们若是去晚了，估计佛灵庵的其他妖尼也会跟着逃走。可能性不大。了尘师太如果会通风报信，之前在庵里就不会轻易放你们离开。他既然选择了背叛，更不会躲在暗中，忽然对阴阳老怪下那种致命的出手。我之前在半空中看得很清楚，了尘师太逃遁后，并没有返回佛灵庵，而是向南面逃遁。我估计他早想弄死阴阳尊者，获取自由。现在佛灵庵内部情况不明，单凭我们三个加上一头望天鹰，很难将所有人全部灭杀，甚至还会有危险。大队人马还有不到半个时辰就会抵达，
到时咱们将整个翠屏山团团包围。这一次，一定要将极阴门这颗毒瘤彻底铲除。洒家也觉得了言不会去通风报信，庵中的妖尼估计还不知道门主被杀，咱们还是等正道各派修士赶到再动手不迟。要是咱们先冲杀过去，随便搬走几尊纯金的小佛像，都够老子把土地庙推倒重建一座了。只有将这些极阴门的人全部杀死，才能稍微缓解我的心头之恨。铃铛，你坐这儿休息，我去把尸体处理了。有任何动静立刻叫我。唉，堂堂剑神传人，居然沦落到当搬尸工，也就是为了铃铛了。这么重，真搞不懂魔教弟子怎么喜欢用这种笨重的法宝。得，开工干活。我真是个小白痴，把那具骨头架团吧团下拽过来，多省事。铃铛，你没事吧？怎么回事？大黑刚一拖他就有动静，他还没死。风哥，你闪开，让我一刀砍死他。先留他一命，问问极阴门的情况，到时再杀不迟。我好像见过这个妖尼姑，就是他，10天前带着小尼姑去小镇化云，还给我断过面相。当初那些下山化缘的尼姑，一定是去小镇上踩点，见你生得较强，所以选择你为掳劫对象，真是死有余辜。妖尼姑，还认识我吧？10天前我们见过，既然你没死，那咱们就聊聊呗。戒色，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陆同风是焚天剑神的传人？小疯子是焚天剑神的弟子吗？洒家不知道啊！你再敢说一句你不知道，我就揍你，就像揍四郎那样。有容仙子，你就算把洒家当场阉割，洒家也不知道啊！洒僧与小疯子认识不过数日，只是结伴而行罢了。今天若不是发生这场变故，洒家都不知道他是修士。没想到你这小和尚还是很重情重义嘛。对了，戒色，你还记得我的妹妹双儿吗？双儿？你是说前阵子出现在扶阳镇的那个魏双儿吗？对啊，她是我父亲的弟弟的爹爹的大儿子的小女儿。有容仙子，你爷爷有几个儿子？2个呀，我爹与我二叔。那直接说魏双儿是你的亲妹妹不就行了？何必绕这么大一圈？这不是显得庄重吗？你的双儿妹妹怎么了？也没什么，只是前几日她在扶阳镇曾经见过你一次，觉得你与其他和尚似乎不太一样，蛮有趣的。我还想着介绍你们2个认识呢。洒家戒色，俗家本名赵铁锤，今年28岁，身高5尺3尺，体胖貌歪，无婚房，有各种不良嗜好，被誉为苦海寺最没前途的年轻弟子。师父说了，洒家可以随时还俗。你才5尺3，还能再长的？你都28岁了，还想2次发育？可能性是不太大，但是洒家如果穿着加厚的鞋子，看起来是有5尺5的。有容仙子，关于洒家和你妹子的事儿，双儿上次对你的印象确实不错，只是你不老实啊。洒家的所有资料都告诉你了，这还不老实？你的资料我可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另外一个人？你是说小疯子的？考验你的时刻到了。我知道你想找个双修道侣，我的轩儿妹妹你也见过。如果你能告诉我陆同风的一些事儿，我可以安排你们2个吃个饭，相个亲。不可能，洒家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绝不可能出卖朋友的。我妹妹身高也是5尺3，洒家是讲义气的。我妹妹体重不过100，洒家是原则的。我妹妹人美心善，脾气好，从不乱发脾气。洒家是有底线的。我妹妹屁股大，绝对能生男孩，而且她最听我的话。她的婚姻大事，我这位做姐姐的能全权做主。小疯子本名陆同风，今年16岁，无父无母，是土地庙老庙主16年前在一个风雪泥夜捡回来的。这么说，土地庙已购的那位老庙婆，真的便是焚天剑神梅老先生？这洒大就不太清楚了。小疯子本人也不知道，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一名修士。剑神失踪300多年，如今他的弟子重返人间，看来人间风云又要被搅起来了。有容仙子，
关于洒家和你妹妹的事儿，放心，我既然答应你了，自然不会食言。我会安排你们2人单独吃个饭。至于你能不能获得双儿的垂青，还得看你自己的本事。洒家魅力这么大，绝对没问题。加油吧，小和尚！了尘、了音，还有那个阴阳尊者，刚才已经被杀了，你也活不成了。在你临死之前，我希望你能将功补过，也许死了之后可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而不是下阎罗地狱。不可能！师尊法力通天，大师姐修为深不可测，你们怎么可能杀得死他们？你休想骗我！这柄刀你应该认识吧？是了尘的。扶阳镇的玄虚宗多位弟子及时赶到，现在玄虚宗的弟子已经杀向佛灵庵了，你们极阴门已经不复存在了。你骗我！师傅是不会死的。三师兄他们还在益阳牵制正道修士，就算你们杀光了佛灵庵所有姐妹，也灭不了极阴门。益阳三师兄，你是说屠杀扶阳镇的那群弟子？不错，师尊与三师兄他们一定会我报仇的，杀光你们这帮蝼蚁！铃铛，就是这个妖尼姑害死了刘奶奶与胖婶，也是她害死了半个小镇的百姓，你杀了她报仇吧。我记得你是扶阳镇那个早点铺的小姑娘，你白白浪费了一次成仙的机会。你这么漂亮，若是拜入师尊门下，师尊一定会每天疼爱你3次。铃铛，我得去将妖尼姑透露出来的消息告诉小和尚与有容仙子。你和大黑先去昨晚我们露宿的山洞避一避，我很快过来寻你。自己一个凡人跟去，只会是累赘。峰哥，你小心些。放心吧，之前你也看到了，你峰哥我是个修真高手，不会有事的。何况那些正道修士就能摆平剩下的极阴门余孽。大黑，你是成精的神兽，你要保护好铃铛。对了，那个阴阳老怪的什么储物镯，你抽空拉出来啊！紫金仙壶，这破烂玩意儿竟然是件法宝。紫金仙壶，听着名字就感觉很高端大气上档次，就是不知道那些噬灵蛊虫会不会突然飞出来。叶小柔、小柔鬼鬼、小柔仙子、叶大仙。看来那个漂亮女鬼已经离开了。陆小师叔，你怎么过来了？不是让你在后山打扫战场吗？我是过来告诉你们，之前被小和尚一巴掌拍下来的那个妖尼姑还有一口气。他说参与屠镇的男弟子此刻都不在翠屏山，而是在益阳城附近牵制正道修士。现在佛灵庵中估计只剩下一些小虾夷。这样的话可就有些麻烦了。现在有不少极阴门弟子并不在佛灵庵，看来这一次围剿依旧会有不少极阴门的余孽逃之夭夭。无所谓啦，阴阳老怪已经毙命，极阴门翻不起什么浪了。这倒也是。阴阳老怪是核心，他没了，那些小虾马便不足为虑，还是先解决眼前的事儿为重。这边情况怎么样？和我们之前猜测的差不多，了尘师太应该没有回来，山上一切正常。玄虚宗的弟子已经快到了，届时咱们就能将其一举拿下。是楚师兄传来的，他们已经到了几十里外，现在我们可以行动了。这就是修真者最常用的飞鹤传书，局限性倒是不小。行动？我们怎么行动？佛灵庵有近100名尼姑，若是打起来，恐怕会伤及到这些香客。我们要尽可能将这些香客疏散才行。不是我没有仁慈之心，如果现在我们出面疏散这些凡人，只怕会惊动山上的尼姑。洒家和有容仙子在暗中观察了许久，山下并没有发现尼姑的踪迹。哼，这些妖孽怎么可能不在山下安插眼线？你看那个卖禅香的摊位，明显就是佛灵庵的产业。那几个姑娘肯定都是佛灵庵的弟子，现在出现必定打草惊蛇。那现在怎么办？这上山下山的香客少说也有200-300人，若是凡人受波及，可就得不偿失了。不必担心了，阴阳尊者与了尘都死了，高手不在山上，就这近100个尼姑，面对几百位正道高手的围困，无力抵抗的。何况
动手时大喊首恶已诛，放弃抵抗，从轻发落，很快就能控制局面。这就是传闻中的飞鹤传书吧？果然神奇。小伎俩而已，怎能入你这位剑神弟子的法眼？有容仙子，我之前就和你解释过，我不是什么剑神传人，我就是一个土地庙的小道士啦。戒色都已经告诉我了，你还想狡辩不成？洒哥坚持过，可是有容仙子要把她妹子介绍给洒哥，就是那个魏双儿。臭和尚，你丫的为个女人把我卖了，承诺太不值钱了吧？那魏双儿比魏有言差远了。如果你说是为了魏有言，我还能原谅你。小疯子，不是洒家不想帮你隐瞒，而是你的身份确实瞒不住了。九龙焚天与望天殴，傻子都知道你是焚天剑神的传人，何况魏乃大是玄虚宗的。云天宗与玄虚宗争夺玄门正东，暗斗多厉害，你不知道？云天宗或许能瞒，但玄虚宗弟子绝不会帮你隐瞒。所以啊，等会儿玄虚宗大批弟子来了，都会知道你是剑神传人的。你现在还是想想怎么应对这帮人吧。唉，怎么应付这帮人？还能怎么应付啊？我跑呗。你是剑神弟子，又不是魔神弟子，怎么要跑啊？多高贵的身份啊！如果我是剑神传人，我不仅不跑，反而会逢人就显摆。陆小师叔，我怎么感觉你对自己身份的定位和正常人不太一样呢？对啊，我师父又不是魔教大魔头，云天宗的人也不在，我怕个毛啊！我不跑了，我可是剑神弟子，我看谁敢拿我怎么样！这手下欠千底，谢谢。小和尚，我有件事想要请教你。嘿嘿，咱们也算一起患难与共、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啦。有什么事儿你说便是，洒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今天的表现应该算是一名修士吧？当然啊，从你爆发出来的力量来看，你的修为不比洒家弱。洒家估计你也是河道境。河道境应该在修真界也算是个高手吧？可是我为什么不会飞行呢？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你不是会御剑术了吗？御剑术？你是说我隔空催动仙剑进行远程攻击？唉，修炼等级第3层名唤控物，只要达到控物境，都能驾驭法宝御空飞行，所以控物境又被称之为御空境。你之前在斗法中催动的御剑术，不仅速度奇快，威力巨大，就连准透还无与伦比。这种随心所欲控制仙剑的御剑术，可不是刚刚达到御空控物境的年轻弟子能相比的。如果不是洒家和你在一起时间长了，知道你的底细，洒家还真不相信你今天是第一次催动御剑术。这么说，我现在也可以御剑飞行了？当然啊，你都能以念力控制仙剑了，只要你脚踩在仙剑上，不就可以飞行了吗？小疯子，你第一次飞行，悠着点啊！想当年洒家练习御空术时，不知道摔下来多少次呢。小和尚，这柄剑如此狭窄，为什么修士站在上面可以飞得那么快而不掉落下来？这就涉及到了御剑术了。修士在御空飞行的过程中，一般都是运气于双脚，与法宝仙剑之间形成一股吸力，防掉落。其二，高速飞行时，修士会催动仙剑，形成一道无形的保护结界，宛如在透明的琉璃罩子里，隔绝高空罡风。
小疯子，感觉如何？感觉还可以，好像也不是很危险。那你可以慢慢加速。你第一次御剑飞行，切记不要加速过猛，只需要缓慢控制仙剑加速即可。小疯子，你第一次御剑飞行，飞这么快干什么？很危险的。我会飞，我还会转弯。大黑，铃铛，我会飞啦！疯了！这个小子真是疯了！第一次飞行竟然不听洒家的话，飞得这么快，简直是不要命！摔死你得了！这下地姿势还不够拉风，挤天云山。峰哥，恭喜你啊！你现在和其他修士没有区别啦。铃铛，我刚才御剑的姿势很潇洒飘逸吧？若是我能御飞行了，我也会御剑飞行就好啦。放心吧，我可是焚天剑神的唯一传人，我一定会让你拜入云天宗最厉害的长老门下。要不了多久，你也能像我一样飞。这位佛朝士，苍晴剑身，搜风翠狮子，还想明争。根据情报，大部分妖孽此刻都聚集在最上面的观音庙做晚课，零散几人在普贤宇文书殿。我们不知道大半年来被掳走的姑娘是否还活着，被关押在何处。极阴门作恶多端，数万无辜百姓惨死。山上凡人已退，动手一定要迅猛，绝不拖泥带水。如有人抵抗，杀！有人逃走，立刻格杀，争取半盏茶内控制全安。1至4路按计划行事，第4路搜山务必3人一组，绝不可出意外。停，下去搜。极阴门不过如此。太顺利了，阴阳尊者不在，连个像样的反抗都没有。这烤肉手艺绝了，来，再撒点孜然。那是小僧这手艺，佛祖闻了都得跳墙。唉，早知道就不吃那个什么辟谷丹了，一点参与感都没有。你都不知道，踩在剑上飞起来的那一刻，那感觉嗖的一下，简直绝了。半个时辰就学会了，有什么了不起？陆施主，我教你的御空飞行只是皮毛，你若真想提高剑道法则，还是得去云天宗系统学习。这有什么必要？我师父传我的心法，足够我包打天下了。唉，心法是心法，神通是神通，这就跟元神与魂魄一样，完全是两码事儿。心法是基础，修炼心法能吸取灵气，扩展丹田经络，而怎么把真元变成具有杀伤力招式，那叫神通。就拿你来说，你每晚练的只是心法，空有强大的经脉末端横冲直撞，空有强大的真元，打个铃铛都费劲，顶多也就是力气比凡人大点儿。每个门派的心法和神通都是量身打造的，像云天宗那种古老的大门派，他们传承下来的剑诀神通，那可是无数先辈千百年千锤百炼出来的。就算这些神通流传到外边，别人也发挥不出它真正的威力。你要是不学技巧，跟人干架，就只能像今天这样，调动真元，干别干的劈出一剑，连气都放不出来。
你说的对，光懂理论不行，我确实需要投入到实践中去好好学学。小和尚，之前在土地庙你说灵力都储存在丹田之海，为什么我的灵力是存在周身穴道里？这一点洒家至今也没想明白。修士的等级可以加速，但绝不能跳跃。你丹田是干撇的，神魂二窍也是断的，根本不可能凝聚元神。可你体内的真元竟然远超元神境，直扑河道境。洒家敢肯定，你身上的穴道才是一切秘密的关键。你还记得那日在洞穴中，大怀施主道出的剑神前辈给你留下的那4句话吗？九阳开天门，焚天化风银，神魂二窍过，不可修元神。最后一句不可修元神太有意思了。也许你现在练的穴道之术是一种完全异于人间的全新的修炼体系。如果说我的穴道修炼和人间大多数修炼体系不一样，我的修炼方法应该也与云天宗的心法不一样。那你刚才让我去天云山学剑诀，这可行吗？既然你师父出自云天宗，那这是唯一的方法了。你总不能学我们佛门神通吧？介姓师兄，陆公子，家兄有请。楚施主，前山的事儿已经解决了吗？极阴门不过是区区引火之虫，不到1盏茶便倾角崖壁，我方无一人折损。楚师兄还在山上吗？在北面阴阳尊者的尸体那里。行，洒家知道了，你先过去，我们收拾一下，马上过去。所以小和尚，你刚才询问那个楚天意在哪里？是啊，他若在前山脱不开身就算了，可他就在后山，不到500丈的地方。他不亲自过来就是摆谱，想让小哄子难堪，在身份上压一压小哄子。所以说，我们该吃吃，该喝喝，别搭理他。放心吧，楚天意他们都是聪明人，最多1炷香他们会亲自来的。若不来，明早咱赶咱们的路。自己就算年纪再小也是长辈，凭什么厚着脸皮去见师侄晚辈？多亏了小和尚经验丰富，不然今晚真被楚天傲拿捏了。没想到恶贯满丸的阴阳老怪竟然落得如此下场，真是令人唏嘘。有容，那个焚天剑神的弟子真的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吗？你我16岁的时候，加起来都远不是他的对手。小和尚，我记得你和我说过，楚元洪的哥哥是玄虚宗的楚天意，人间鼎鼎大名的10公子，派人叫咱们过去，你怎么还吃起来了？10公子又怎样？哼，你师父没剑神是天机阁评选的天下前3，洒家师父玄卑神僧排第9，楚天意的师父连入榜资格都没有。哼，他师父估计也就大成巅峰境，楚天意有什么资格对我们吆五喝六？何况你师父辈分高，那个楚天意见到你，就算不跪拜，也得恭恭敬敬叫你一声小师叔。如果是魏有君这种大美人叫咱们去也就去了，楚天意算个屁。小疯子，你的身份已经曝光，你的一言一行代表你师父，更代表云天宗的脸面。他随便派小喽啰叫你，你就去，没剑神的脸往哪儿放？你这位小师叔的脸往哪儿放？我在暗中见过他催动剑诀，爆发出来的纯阳气息，实乃生平仅见。尤其是9龙焚天，9条火龙缠绕周身，令人终生难忘啊！今天如果不是陆同风想要杀死阴阳尊者，几乎是不可能的。焚天剑神梅老前辈在人间绝迹300多年，没想到竟然秘密培养出了一个年轻传人，16岁便能催动9龙焚天，此子未来定是我们强劲的对手啊！袁弘，兄长，你刚才怎么对他们说的？我说兄长有请，戒色师兄说收拾一下，马上过来。好一个马上过来！这都快1炷香了吧？就算走也走到了这里，你再去请。等等，天意，你还没有看出来吗？你派人去请，肯定是请不过来了。想要见他，你只能自己去。他没有任何江湖经验，难道已经看穿了我的用意？多半是戒色和尚在从中搞鬼。天意，焚天剑神的传人辈分比我们高，还是我和你一起过去吧。
你们暂且留在这里，我去探探那位剑神传人的底细。戒色，陆公子，洒家说什么来着？他们肯定会来吧？咱们依计行事。岳灵当，你出去看看。这小疯子还真是懂得什么叫礼尚往来啊！岳灵当姑娘，戒色与陆小师叔呢？他们在洞中喝酒呢。你们是来找他们的吗？风哥，小和尚，有容仙子来啦！有容师侄来了，赶紧请他进来，外面着实寒冷，进来喝杯酒暖暖身子。有容师侄，前山的事儿都处理好了吗？咦，这位是？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师兄楚天意。楚天意，莫非是名动天下的道公子？失敬失敬，小僧苦海寺戒色，久仰楚师兄大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原来这位便是传闻中人间10大公子之一的道公子楚天意，楚少侠呀！楚公子怎么亲自过来了？如果有什么事儿，派人过来知会一声便是了。前山的事儿已经处理妥当，便和有容师妹来后山查看阴阳老怪的尸体。听有容师妹说，玄杯大师的真传弟子戒色师弟与焚天剑神梅老前辈的传人陆师叔在此，特前来拜会。若有唐突之处，还请陆师叔海涵。陆小师叔，哎呀，楚公子这是说的哪里话？什么陆师叔呀？我其实只是一个破庙的小道士，您可是名动天下的绝世剑侠，叫陆师叔不合适，不合适，还是和有容师侄一样，叫我陆小师叔就行了。听有容说，陆师叔今年刚满16岁，称呼为陆小师叔倒是颇为恰齿。这一次多亏戒色师弟与陆小师叔发现佛灵庵乃是极阴门的老巢，否则我们还真无法找到这里。经过一番激战，已经将佛灵庵的妖泥与极阴门的余孽一网打尽，还解救出了数十名姑娘，只有了尘与当日参与屠杀扶阳镇的几个弟子潜逃在外。阿弥陀佛，拔除这颗隐藏在世俗中的毒牛，玄虚宗这一次真是功德无量。戒色师弟言重，说起此事，戒色师弟与陆小师叔当居首功。对了，陆小师叔，不知道令师梅老前辈现今安好？我等晚辈若能得见剑神天颜，此生也无憾了。楚少侠，你来迟一步。6年前，我师父就已经寿终正寝，驾鹤西去。原来梅老前辈已经羽化仙逝，不知梅老前辈葬于何处？我等后学未尽，理当前往坟前祭拜一番。我师父这些年一直隐居在扶阳镇土地庙，6年前他老人家过世时，我便将他老人家葬在了土地庙后面的山坡竹林之中。至于祭拜，心意领了。楚少侠日理万机，做的都是大事儿，没必要为了这点小事耽误时间了。陆小师叔此言差矣。数百年前，梅老前辈曾经多次在正道危难时挺身而出。当年正魔大战，若无梅老前辈力挽狂澜，只怕魔教妖人已经横行人间。扶阳镇距此不过数十里，我等自然要去拜会他老人家。剑神仙逝，乃我正道1000年来最大的损失。好在梅老前辈后继有人，陆小师叔小小年纪已得剑神真传，人间有望，正道有望啊！楚少侠过奖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小道士，正道还是要靠楚少侠这等惊才别锐的人物才行啊。哎，陆小师叔何必自谦？我都听有容说了，陆小师叔在与阴阳老怪斗法时，曾经催动了九龙焚天，可见梅老前辈已将一身所学尽数传给陆小师叔。师兄说的对，九龙焚天可是梅老前辈的看家绝学，不久的将来，陆小师叔必定能成为人间新一代的焚天剑神。你们一直在说九龙焚天，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问了小和尚，他对此也是一知半解。九龙焚天非常神秘，据说是一种将纯阳力量瞬间凝聚到极致的一种神通。施展催动时，周身有9条灵动的火龙缠绕全身。听起来简单，其实做起来非常困难，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多年来，只有梅老前辈掌握了这种神通。
么看样子，这个陆同风似乎根本就不了解九龙焚天的奥秘。是这小子装的，还是我看错了？对，今天小疯子破掉阴阳老怪大招时，身上确实有9条火龙缠绕。楚师兄，我们佛门针法也是纯阳至刚，怎么无法催动九龙焚天？这一招到底有何特别之处？我刚才说了，九龙焚天是在一瞬间将体内的纯阳之力凝聚到极致，不论修为多高都很难办到，为何？其一，纯阳真元储存在丹田之海，无论漩涡转速多快，都不可能在1-2个呼吸间全部释放，除非丹田崩裂，阿弥陀佛，也就是自爆丹田，与敌人同归于尽，才可能瞬间释放。其二，可是真元是游走在体内的经络之中，所谓经络宛如一条河流，真元灵力就像流淌的河水，流速是有上限的。如果涌进的灵力过大，经络无法承受，轻则经络断裂，重则当场暴毙。我听师父说过，高人们研究得出结论，梅老前辈的九龙焚天与传说中的九阳开天乃是同源。九阳开天，九阳开天，人体有9阳，分别是手3阳、足3阳，加上阳维、阳窍，以及总督阳气的督脉。传说顷刻间开启9脉，便有9条火龙缠绕，但无人能在瞬间灌入那么多纯阳之力，丹田释放慢，经络也承受不住。古往今来，唯有梅老前辈能做到。蛟龙合璧，毁天灭地，蛟龙缠身更是拥有强大的防御力。当9阳脉络上的穴道被同时开启，一瞬间释放的真元，足以达到9龙合璧、9焰开天的效果。这2个家伙怎么了？常识而已，至于这么激动吗？此件事已经了结，陆小师叔，你有什么打算吗？还是继续前往天云山吗？既然我已经知道我师父出自云天宗，不论怎么样，我还是打算前去看看。天云山距此万里有余，我派人御剑送你过去吧。多谢有容仙子美意，不必了。今天下午我已经在小和尚指点下学会了御剑飞行，万里距离对我来说不远了。哦，这小子绝对是一直在扮猪吃虎了，索性不装了吧。陆小师叔，我有些奇怪，有容师妹说，似乎你多年来并不知道你是剑神传人，也不知道自己是一名修士。是啊，师父死的时候我才10岁，年纪还小，师父什么也没告诉我，也没教我什么。哦，我唐突地问一句，你后来是怎么知道梅前辈的身份的？既然梅老前辈什么都没有教你，你怎么能催动九龙焚天呢？怎么能破掉天人境阴阳老怪的全力一击呢？当然，我并不是想打听隐私，单纯很好奇。如果陆小师叔有什么难言之隐，可以不必理会。唉，只要他开始抓脑袋，接下来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信。这也没什么不好对人言的。说起来你们可能不相信，是梦。师父给我托梦，告诉我他本名没有品。至于心法都是梦里教我的，我也就胡乱修炼修炼，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切，原来如此，梅老前辈不愧是一代剑神，过世6年还能在地府冥界给你托梦。他在人间是天下第一，在冥界肯定也混成了高层领导啊，不然怎么能随便托梦？洒家的祖宗可从来没给洒家托过梦啊！这种蒙骗渔夫渔妇的托梦之言，人间与冥界空间壁垒何等坚固，简直一派胡言。相比于托梦这种无稽之词，我更相信你是被那老鬼上了身。陆小师叔，夜色已深，我们还有善后事宜，就先告辞了。信仰之力非同小可，若不向百姓解释清楚这假尼姑庵的真相，必生大乱。极阴门终究是魔教一员，若引得阴阳老怪的旧有报复，恐怕又是一场正魔大战。各派弟子众多，这翠屏山的消息，明天天亮估计就瞒不住了。大黑，去洞口盯着，别让任何人靠近。小和尚，楚天意刚才的话倒是提醒了我。我觉得那什么九龙焚天根本不是外力，绝对与我修炼的这些穴道有直接关系。洒嘎也是这么觉得的。没想到九龙焚天的最大秘密，竟然是隐藏在穴道之中。也许这就是数百年来梅剑神打败天下无敌手的原因。那我现在该怎么办？还要学云天宗的剑诀神通吗？这还真不好说啊。
梅剑神留的最后一句是不可修元神，可云天宗的心法剑诀基本都需要元神来催动，若不修元神，你根本无法催动。不过嘛，洒家觉得你可以试试，当年梅剑神身怀各种针法，或许可以利用另外的途径催动也说不定。不论学不学云天宗的功法，这盒子我都必须亲自交到云扶摇手上。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莫说如今能遇见，就算是个凡人，我也要用这2条腿走完这万里路。这几日我与他接触过几次，这小子身上处处透着古怪。师妹，你觉得陆同风今夜所言有几分真实？说不好，这几日我与他接触修士，但白日那一剑本质威力巨大，若是我面对，不死也得重伤。有没有这种可能？梅老前辈在他的身体内布下了某种禁制结界，需要一定条件下才能解开封印，而这个封印禁制又是最近才解开的，所以他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是修士。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我刚才在山洞里偷偷观察过陆同风的那柄剑，好像并不是焚天，绝对不是赤红之色的火系神兵焚天神剑。我也留意过，他的那柄剑速度极快，应该是风系属性。可是白天我亲眼瞧见，此剑霞光从玄青色瞬间变化成火焰之色。师兄，你说他的那柄剑有没有可能是一柄双属性的神剑？飞剑快如闪电，这比较偏向于风系属性，可是它的霞光能量竟能瞬间切换成火系。最可怕的是，当它变成火焰神剑时，竟还兼备风系无与伦比的速度。双属性，风与火。人间双属性仙剑虽不多，但若真是风火双系，那可就麻烦了。风助火掌，火助风威，此剑威力只怕大到难以想象。只是现在陆同风年纪尚轻，修为降低，还没开发出这柄剑的真正威力。玄虚与云天两宗数千年来为了玄门正统明争暗斗不知多少次。云天宗年轻一代迅速崛起，石公子与石仙子竟独占3席，而我玄虚宗仅有你我2人，本就略逊一筹。现在竟又忽然出现了一位剑神传人，他太年轻了。剑神传人这4个字，足以让他在极短时间内名动天下。若再有烽火双系绝世神兵相助，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由烈焰与狂风交织而成展翅而起，此子必定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正道门派之间的斗争，恐怕要变天了。正道的较量从不是打打杀杀，而是底蕴与天机阁榜单的争夺。若陆同风彻底崛起，玄虚宗危矣。人力无法左右，除非在他抵达天云山脉前，暗中除掉这个隐患。可是我们敢吗？剑神2字，岂是人人都能背得起的？一旦败露，同气连枝的门派必将展开血腥杀戮，无数中小门派与世家都会被拖入深渊。纵然它是巨大的隐患，也绝不能行刺。如今掌握了御剑飞行，去云天宗也用不着在路上耽个3、5个月了。所以我想提前了解下云天宗现在的内部情况。你确实该好好了解云天宗了，否则你刚刚初出茅庐，有可能会被玩死。被玩死？云天宗不是名门大派吗？就算不收留我，也不至于要玩死我吧？现在云天宗的情况十分复杂。洒家慢慢与你说。云天宗所在的天云山脉东西超过1000里，玉臣子有7位真传弟子，大弟子残疾，2弟子宇公子与3弟子剑公子，还有下落不明的元清道、5弟子萧别离，以及灵烟与扶摇2位仙子。玉臣子已经500多岁，坊间传言他快不行了。为了争夺宗主之位，2弟子和3弟子斗得相当激烈。等等，小和尚，你先等一下，你不觉得这几个名字很奇怪吗？有什么奇怪的？赵孤日、段鹏宇、齐万里、云扶摇，再加上我的名字陆同风，你不觉得很耳熟吗？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对，就是这句诗。我们5个人的名字好像都是取自这2句诗。好像还真是啊，真是一个美丽的巧合啊。我看不像是巧合，我们几个人的名字应该是刻意被取成这样的。
不就是个名字嘛，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洒家刚才说到哪里了？哦对，说到段鹏宇与齐万里在争夺掌门之位，那上百个长老和精英弟子的名字，这绝对不是巧合。难道说我们5个人的名字中还隐藏着什么秘密不成？还有藏书阁的长老、执法堂的高手，那太冷了，童风兄弟，快运转真气给大伙暖暖。地灵九宝之紫金仙湖，紫金仙湖，3000年开花，3000年结果，3000年成熟，人间不超过7只。我这破葫芦，真的是3大仙湖之首。紫金仙湖吞噬万物，顷刻间即可将活物炼化成渣，凝聚灵泉，洗金法髓，可化凡土为无上灵壤，亦可作飞行坐骑，遨游天地之间。这破烂玩意儿真是书中记载的紫金仙湖？这天地灵宝的品相也太差了吧！我说你小子够了啊！我忍你很久了，你这么看能看出个花吗？小柔姑娘，是你吗？我不会被鬼上身了吧？你这不废话吗？当然是我啊！你体内纯阳之气这么重，哪个鬼能上你的身？那你在哪里？我怎么看不见你？我当然是在你的心里啊，否则你怎么能与我心灵对话呢？你果然上了我的身！骗你呢！我在那枚古玉之中。你怎么会在我师父送给我的这块古玉中？什么？你师父送给你的？这是我的魂金古玉啊！你骗我！我不骗你，你怎么会随身佩戴呢？放心吧，我不会害你的。我信个大头鬼，人鬼殊途！我整天带着一只鬼在身边，估计会和阴阳尊者一样的下场。你赶紧拿着这块玉，快回到土地庙吧！你这人怎么如此不知感恩图报？我守护了你这么多年，之前还救了你，现在你要赶我走？男人果然都是没良心。唉，不是，小柔姑娘，你跟着我到底想干什么？修炼啊！你身上的纯阳之气对我来说很有益处，所以我就跟着你啊。我就知道，完了完了，我要变成人干啦！放心吧，你变不了人干。我刚才说了，你体内的纯阳之气过于澎湃，任何鬼魅阴灵都不可能附身在你身体里。我吸收的只是你在修炼过程中释放出来的丝丝缕缕的纯阳之气，又不是吸收你体内的纯阳之气。这些释放出来的纯阳之气，与其消散于天地之间，还不如让我吸收一些，对你的身体没有任何影响的。真的？对我真没影响？当然没影响啦！我若想害你，你以为你能活到现在？你知道怎么用紫金仙湖吗？知道怎么催动神剑吗？就连刚才那个肥和尚说的云天宗的人名，你连1/10都没有记住吧？而且我也不会永远在你身边，等我不需要吸收纯阳之气时，我便会离开，去找大怀爷爷啦。云扶摇让我别相信任何人，可叶小柔不是人，是女鬼，而且我没感觉到恶意。师父死了6年，没准这女鬼就是师父特意留给我的指路冰灯。只要没危害，跟着就跟着吧，还能多个人解闷儿。小柔姑娘，我暂且相信你，如果以后发现你骗我，我就对你不客气。打死一只女鬼对我来说不算事儿。安啦，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怎么会骗你呢？哎，行了行了，那你快告诉我，这紫金仙湖我到底该怎么炼化？其实你早就炼化了这只仙湖，否则你的真元注入其中，也不会催动仙湖发光。咦，是吗？我怎么不知道？那是你很小的时候，你也许不记得了。既然我小时候炼化了这只仙湖，为什么我不能控制仙湖啊？也无法查看仙湖内部啊？那是因为你笨，你傻，你是个蠢蛋。你往仙湖里灌入真元干什么？你白天教我的，灌入真元。那是催动时所用。你现在是要观看仙湖内的世界。何为观看？那就是用眼睛看。你往里面催动一盆真元也没用啊，你得用念力。念力？念力是什么？被你打败了。你师父噎死前真是什么都没传给你啊，连念力都没有告诉你，真够可以的。什么？
么噎死的？我师父明明是被撑死的，一只叫花鸡，一坛谷子酿。不，是噎死的，撑死的，是噎死的。那晚我亲眼看到他噎死的。我当时就在师父身边，我亲眼看到我师父是被撑死的。